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你能在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一期内容，也许并不是偶然。或许此刻的你心里正有一些说不出口的疲惫，表面上什么都没发生，生活也在继续，可是脑子里却像住着一个永远不会停的声音，不断回放过去的对话，不断预演未来的风险，不断质疑自己的选择。你明明没有做什么重体力的工作，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。这种累不是身体的，是心的。我们今天讲一个很多人都经历却很少真正理解的状态，那就是停止内耗。什么是内耗？它不是努力，它也不是反思，它是一种消耗却没有产出，是一种紧张却没有行动，是一种纠结却没有答案。你想做一件事，脑子里却先出现10种失败的画面。你准备说一句话，却反复推演对方会不会误会。你已经决定了，却还是在夜深人静时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认真，其实那只是精神的空转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，大意是燥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意思是说，越是混乱的时候，越要回到内在的清明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思考的多复杂，而在于内心是否安定。可惜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安定。从小到大，我们被训练成要想得多，算得细，防得深，不要吃亏，不要犯错，不要被看清。于是慢慢的，我们开始把自己当成敌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对自己说话的语气比对任何人都苛刻？别人犯错，你会理解；朋友犹豫，你会安慰。可轮到自己，只要有一点不完美，你就开始责备。这种长期的自我攻击就是内耗的源头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大意是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外在的纷扰往往从内心起波，你越执着于控制，心就越紧；你越害怕失去，念头就越多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我总是想太多？其实不是你想太多，而是你太害怕。害怕不被认可，害怕走错路，害怕落后别人，害怕未来没有保障。这些恐惧不会直接出现，他们会伪装成理性分析，伪装成未雨绸缪，伪装成谨慎。久而久之，你甚至以为那就是成熟。可真正的成熟，不是脑子永远不休息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。庄子里讲过一个意境，说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那种境界不是没有作为，而是不把自我放在最中心。人一旦把自我看得太重，就会对每个评价都敏感，对每次得失都紧张。内耗其实就是过度关注自我。你在脑海里不断复盘，是因为你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；你反复权衡，是因为你怕输；你迟迟不敢行动，是因为你担心结果不完美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的消耗并没有让事情更好，反而让你更疲惫。很多人一天真正有效的行动可能只有几个小时，其余时间都被焦虑填满。你以为自己在努力，其实只是精神在原地打转。真正改变命运的，不是那些反复思考的夜晚，而是那些勇敢迈出的脚步。但我知道，说停止内耗很容易，做到却很难，因为内耗已经成为习惯。当一个人习惯了担心，他就会在平静中寻找问题；当一个人习惯了焦虑，他就会在顺利时预设危机。这不是因为事情一定糟糕，而是大脑已经适应了紧张的模式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，人会对熟悉的感觉上瘾，哪怕那种感觉是痛苦的，因为熟悉意味着安全。于是很多人宁愿在焦虑里打转，也不敢真正放松。可真正的放松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把精力用在能改变的地方。有些事本来一次沟通就能解决，你却在脑海里演了10遍对话。
有些决定本来做了就知道答案，你却拖延到精疲力尽。时间不是被事情耗尽的，而是被犹豫消磨的。大学里有一句话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。知道该停在哪里，心才能稳定，心稳定才会真正安静。停止内耗的第一步，不是逼自己乐观，而是学会知止。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反复想同一件事，你要轻轻对自己说一句，到这里就好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节制。就像水，如果一直流却没有出口，终会泛滥。思绪也是一样，没有界限的思考只会让人越来越乱。很多人说我就是控制不住，其实不是控制不住，是你从未真正练习过停下来。我们被训练去拼搏，却很少被教导如何休息。我们被鼓励去计划，却很少被允许犯错。于是你在生活里拼命，在内心里更拼命。可你要知道，人生不是一场随时会判你死刑的考试，它更像一条路，有弯有直，有起有落。你走慢一点，不会天塌；你犯一次错，不会毁灭；你被人误解，也不等于你不值得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没有杂念，而是即便有念头，也不会被它牵着走。内耗的人，往往把每个念头都当成真理。一个怀疑冒出来，就开始找证据；一个担心浮现，就当成预警。久而久之，你活在自己制造的幻境里。佛家讲观心，不是压抑念头，而是看着它来，看着它走。念头像云一样，汇聚会散，你越抓它越浓，你不理它自然淡。如果你现在正被内耗困住，我想告诉你，你不是脆弱，你只是太认真。你想把一切做好，想让未来稳妥，想让别人满意。可是世界从来不会完全按照计划运行。真正让人轻松的，不是把所有变量都掌控，而是允许不确定存在。你可以认真，但不必苛责；你可以计划，但不必执念；你可以思考，但不必反刍。内耗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它没有出口。很多人之所以走不出内耗，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复杂，而是因为从小到大，我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，凡事都要想清楚，想清楚再做，想周全再说，想透彻再决定。听起来没有错，可问题在于，人生很多事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你等一个绝对确定的时机，可能永远等不到；你等一个100%安全的选择，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于是你停在那里，表面上是慎重，实际上是被恐惧拖住。《论语》中讲到，过犹不及。做事太少不行，太多也不行。思考也是一样，少了鲁莽，多了反而成为枷锁。内耗本质上是一种过度的自我审判。你不断复盘过去，是因为你在审判当时的自己；你反复推演未来，是因为你在质疑现在的能力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做错事的自己当时已经尽力了？人总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去批评过去的自己，可那时的你信息有限，能力有限，条件有限，你已经在那个当下做了你认为最好的决定。若总是以今天的眼光去责怪昨天的自己，内心怎么可能不疲惫？佛经里讲无常，世间一切都在变化，你的想法会变，你的能力会长，你的环境会更新。既然一切都在流动，为何还要执着于一个已经过去的瞬间？真正的修行，不是让自己从不犯错，而是学会放下已经发生的事。很多人夜里睡不着，是因为白天没说出口的话；很多人心里难受，是因为一句早已结束的对话。你把别人早已忘记的细节一遍遍拿出来审视，你在心里替别人想好可能的评价，然后替自己辩解。这不是对话，这是独白，而且是没有终点的独白。庄子有一种境界叫做心斋，意思是让心安静下来，不被外物牵动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外界不再变化，而是内心不再随波逐流。你越在乎外界评价，
内心就越动荡。当一个人把自我价值全部交给外界，他就会活得很辛苦。别人一句话可以让他开心一天，别人一个眼神也能让他失落很久。这样的心太容易被风吹动。内耗的人其实都很敏感，他们听得多，看得细，记得久。可如果没有边界，敏感就会变成负担。中庸里说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众结，谓之和。情绪本身没有错，关键在于是否有节制。你可以难过，但不必沉溺；你可以生气，但不必反复咀嚼。当情绪过去，事情就应该随之过去。可内耗的人总喜欢在心里搭建一个小剧场，一个普通的场景会被放大，一句平常的话会被拆解，一个可能性会被无限延伸。你把自己关在脑海里，像是在不断排练一场永远不会上演的戏。可人生不是靠想象改变的，而是靠行动。很多困扰只要迈出一步就会消散，很多担心只要去面对就会减轻。可内耗会让你误以为想得更多就会更安全，实际上想得太多只会更迟疑。孟子讲到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过分相信头脑里的推演，不如亲身去验证。你不去尝试，永远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；你不去开口，永远不知道对方真实的想法。我们常常为不存在的结果焦虑，却忽略了眼前可以做的事。真正的力量在当下。当你把注意力拉回此刻，很多杂念自然会退去。你正在走路，就专心走路；你正在吃饭，就认真吃饭；你正在工作，就投入工作。佛家讲行住坐卧皆是修行，修的不是形式，而是专注。专注会减少胡思乱想，行动会削弱焦虑的声音。当你真正开始做事，脑子就没有那么多空隙去制造恐惧。内耗常常发生在空档里，事情做完了，开始担心结果；还没开始做，就担心失败。你把大量精力花在未发生的事情上，却忽略了已经拥有的能力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你远比自己想象的坚强。回想过去那些难关，你不也是一步步走过来？那些当时觉得无法承受的日子，如今也成为记忆。人最大的误区是低估自己度过难关的能力，却高估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。心经里有一句话，大意是远离颠倒梦想。很多痛苦来自颠倒，把想象当成现实，把担心当成必然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会明白，大多数内耗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拉扯。你不必和每个念头辩论，也不必对每个情绪解释。念头来了，看见它；情绪起了，承认它，然后继续生活。停止内耗，并不是让大脑彻底安静，而是让自己不再被它控制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没有波动，而是懂得收心。当你学会把心收回来，外界的风浪再大，也不会轻易把你掀翻。有些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越是想把人生经营得完美，内心反而越不安。你给自己设定很多标准，事业要稳定，收入要增长，感情要圆满，父母要安心，朋友要认可。你把每一个目标都看得很重要，于是每一件事都变成压力。当目标越来越多，心也越来越重。古人讲，执则失之，抓得越紧，越容易失去。不是事情一定会出问题，而是你的心已经失去弹性。内耗很深的一层原因是过度追求确定感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，信息太多，比较太多。你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，于是你开始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落后了？我是不是不够好？这种对比不会直接让你行动，它更常带来怀疑。怀疑自己能力，怀疑自己选择，怀疑自己的人生节奏。慢慢的，你把别人的进度条变成衡量自己的标准。
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经历不同，资源不同，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所有人，本身就不合理。庄子里讲过一则寓言，大意是小鸟与大鹏的对比。小鸟飞不过大鹏，不是因为它无能，而是它的世界本就不同。人如果总用别人的高度来否定自己，内心怎么会不痛苦？真正让人平静的，不是跑得最快，而是走得踏实。有些人内耗，是因为想要掌控所有结果。你希望感情一定稳定，你希望投资一定回报，你希望付出一定被看见。可现实从来不是公式，你可以努力，但无法决定每个结局。佛家常讲因缘，种下因，但果还要看缘。你能做的是种好自己的因，而不是逼迫果实提前成熟。当一个人过度执着结果，他的心就会被未来牵走。未来还没发生，你却已经焦虑；事情还没结束，你却已经担忧。这种提前透支的情绪，就是内耗最隐蔽的形态。很多人说，我就是没有安全感。安全感不是外界给的，而是来自对不确定的容忍度。如果你必须保证一切都顺利才安心，那你永远不会安心。因为世界本身就在变化，真正的稳定是在变化中仍然站得住。金刚经里有一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意思是不执着于固定的形式，心才会自在。你执着于一个必须成功的结果，心就住在那里；你执着于别人必须理解你，心也被绑在那里。心一旦有住处，就容易被牵动。停止内耗，并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减少无谓的执着。有些关系努力了仍然走散，那就说明缘分到了；有些计划准备了仍然改变，那就说明方向需要调整。这不是失败，而是过程。人生很多阶段不是靠坚持，而是靠放下。放下对完美的执念，放下对控制的幻想，放下对别人评价的过度在意。当你放下这些负担，心就会轻一点。很多内耗的人其实很有责任感，他们对家人负责，对工作负责，对朋友负责，可往往忘了对自己负责。对自己负责，不是纵容，而是允许。允许自己累，允许自己偶尔退后，允许自己有情绪。一个总是压抑的人，迟早会在内心爆炸。真正的坚强，不是永远硬撑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。黄帝内经讲，行劳而不休则伤。身体如此，心也是如此。当心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哪怕没有外在压力，也会自己制造问题。你会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反复回想，你会为一次普通的失误久久难忘。其实事情本身已经过去，只有你还在抓着不放。有时候你需要问自己一句话，这件事1年后还重要吗？3年后还会影响我吗？大多数答案是否定的，可我们却把短暂的波动当成长期的威胁。停止内耗是学会拉开时间的距离。当你站在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，很多焦虑都会缩小。人生不是1天2天决定的，一个阶段的不顺不代表整个人生，一次失败不代表能力不足。你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等待被打分的学生。当你把自己从考试模式中解放出来，内心就会宽一点。世界不会因为你今天慢一点就放弃你，反而越是内心稳定的人走得越远。说到这里，也许你会问，如果内耗已经伴随我很多年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我还能改变吗？答案是可以，只是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，而是像冬天的寒气一点点退去。首先，你要承认，内耗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曾经保护过你。当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时，是谨慎让你少走弯路；当你还不够自信时，是反思让你进步。只是后来，这种机制被过度使用，就像一把本该用来防身的刀，却每天拿出来对着自己。真正的改变，
不是和自己开战，而是调整方式。你可以给思考设一个界限，当一件事反复出现时，给它10分钟，10分钟里认真想清楚能做什么。10分钟后，无论答案是否完美，都暂时放下。你会发现，大部分担忧在限定时间后会变淡。人之所以被念头困住，是因为没有边界。礼记讲到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预是准备，而不是无限延伸的焦虑。准备好可以行动的部分，其余的交给时间。还有一个方法是把注意力转向身体。当你发现脑子开始打转，不要急着压制它，站起来走一走，深呼吸，让身体参与进来。内耗往往发生在静止的状态，身体一动，情绪就会松动。古人讲动静结合，静可以观心，动可以散结。很多情绪不是想通的，是走出来的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真正投入一件具体的事情，比如整理房间、运动、做饭，脑海里的杂音会减少。那不是逃避，而是把能量拉回现实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减少自我否定的语言。你对自己说的话会慢慢成为内心的背景音。如果你总说自己不行、不够好、不够聪明，这些话会像暗示一样扎根。试着换一种表达，这次没做好，下次可以调整。这个阶段比较难，我正在学习。我还在成长，而不是已经定型。听起来简单，却会改变新的方向。论语里说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真正的反省是向内看，而不是向内攻击。向内攻击只会让你更疲惫。很多内耗其实源于完美主义。你希望每一次表达都精准，希望每个决定都正确，希望别人都理解你。可人是有限的，当你接受自己的有限，内心反而轻松。佛法讲中道，既不放纵，也不苛刻。你不需要把自己推到极限才算努力，也不需要做到无懈可击才算优秀。当你允许不完美存在，很多紧绷就会松开。还有一件很现实的事，有些内耗来自过度的信息摄入。你每天接收太多观点，太多比较，太多成功故事，久而久之，你开始怀疑自己的节奏。试着减少无意义的浏览，给大脑留一点空白。道德经有一句话，大意是少则得，多则惑。信息越多，未必越清晰。当你静下来，你会听到自己真正的声音。停止内耗，不是变得冷漠，而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拉回内在。你会慢慢发现，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不多。健康、家人、值得投入的事业，让自己心安的选择，其余的不过是浮云。有一天，当你再回头看现在的烦恼，你会发现它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。人生很长，波折很多，你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，也不需要。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方向，而不是每一次小失误。当你愿意把心放宽一点，日子就会顺一点。当你不再和每个念头纠缠，内心就会腾出空间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安静不是没有声音，而是不再被声音带走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真正的强大，不是脑子永远运转，而是心有分寸，进退自如。当你学会让念头来去自由，而不被牵动，你就已经走在停止内耗的路上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人生不是一场必须完美通过的考试，而是一段允许试错的旅程。愿你从今天开始，少一点自我拉扯，多一点坦然前行。当心不再消耗自己，命运自然会为你让路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